你大法官为了少数执政的赖清德，继续为虎作伥，造宪，没收你执行权，侵夺立法权，打人民的脸，立法院的脸，这种宪法法庭有什么好尊重的？立法委员翁小玲他进行宪法诉讼法修正，结果王珊珊他说我个人不支持，认为会导致司法权停摆。我就问黄大炜，你觉得大法官做的是对的吗？不要以为躲在立委后面那张牌子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啊！所以我们在捍卫我们的制度，我们在捍卫我们的国家，我们在捍卫我们的是非公平正义啊！历史不会重复再现，但历史的旋律总是惊人相似。德意志威玛共和国，希特勒未曾修改一个字的威玛共和宪法，变成了纳粹独裁者。民国35年制宪的时候所参考的宪法就叫威玛共和宪法。而今天赖清德，他利用跟不上民意更新的大法官去判决国会违宪，未来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会被摧毁殆尽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立法委员翁小玲他进行宪法诉讼法的修正，在草案里面的核心概念，要让大法官召开会议必须要达到1半以上的人数，而这个1半以上的人数不是限额，而是总，让你的大法官不能恣意妄为。那说直白一点就是瘫痪你。15个大法官现在当中的7个届期了，所以现在剩8个，所以只要你没有补满到10个以上，你是不能开会，所以你不能开会，实质上你宪法法庭就冻结了嘛，这对国家没有立即性影响，因为宪法法庭所审判的案子，它都是要非常大的案子，像现在动辄接受释宪，那个是完全一反常态。因为现在的赖清德他没有办法掌握权力，所以他才要一直不断动用宪法法庭来削夺，或者来避免，甚至来侵蚀国会的权利。结果民众党的立法委员黄珊珊他说我个人不支持，认为会导致司法权停摆。这就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。我就问，这个宪法法庭修正案为什么要这样改？你大法官在造宪，侵夺立法权嘛？那你这种宪法庭，你继续让它运作，每运作1秒钟就伤害国家1秒钟，每运作1分钟就伤害国家1分钟。结果这一次的释宪国会改革无法，包括实质废死是罔顾85%的民意。第二，国会改革无法罔顾立法权的权益，这样的一个做法，事实上大法官打的是人民的脸，立法院的脸，不要的是自己的脸。你黄珊珊自己国会改革同意通过，大法官扇你2巴掌耳光，还顺便告诉你委员会里面不叫质询，叫询问，直接没收你执行权。所以我就请问黄珊珊大立法委员，你作为一个不分区的立委，现在还被党给停权，你有什么样的权利去表达你个人不支持？事实上这个事情是立法院捍卫自己宪法应有的权利的一种行为嘛？那不然请问三权如何制衡彼此？我就问黄大委员，你觉得大法官做的是对的咯？翁小玲提出的版本你当然也可以有不同意的地方，但什么叫瘫痪停摆？那请问司法院判决委员会质询为违宪，只能是询问的行为，请问有没有瘫痪立法院呢？照我们现在最新的释宪结果，立法院应该即刻停止在委员会里面质询官员这样违宪的行为，这是理由书写的非常清楚。如果今天宪法法庭继续运作，他是在羞辱立法院，他是在羞辱在野党，他是在羞辱国会，他是在羞辱国民啊！所以我们在捍卫我们的制度，我们在捍卫我们的国家，我们在捍卫我们的是非公平正义啊！我们在捍卫我们的未来啊！我们应该要让宪法法庭呢暂时停止运作，这样也是捍卫贵党党主席柯文哲的未来啊！因为一个没有公信力的司法，必然造就没有公信力的法官，它也必然造成没有公信力的判决，也会造成从司法到私人法典的转换，最后一个国家从公有变私有，从公权力变成私权力，从总统变成皇帝，这样转换。而这个转换对国家的破坏可能是3年、5年、10年，也许更久。而且事实上这根本不是冻结，它的关乎是你民进党应该要把符合整体民意的大法官提进来，接受国会的审查，把人补齐，宪法法庭就恢复运作了。所以问题根本就不是法律的门槛，这个门槛只是要让宪法法庭真正恢复运作。所以民进党颠倒是非啊，黄珊珊立法委员在附和民进党
颠倒是非的说法。真正的毁宪乱政是赖清德，是民进党，是大法官，是他的违宪判决。只要大法官继续运作一天，会不会有更多在野党通过的法案被判决违宪呢？你敢保证没有一条吗？你敢保证行政院、总统府、监察院，甚至保证考试院，他们不会去滥用这个权利吗？这个是很严重，因为只要在野党内部出现异音，就代表未来翁小玲在推这个宪法诉讼法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人在那边高举民进党的理由说啊，你瘫痪宪法法庭。那我就问，这种宪法法庭有什么好尊重的？我们如果不让宪法法庭暂时冻结行使权利的话，他判决出更多违反老百姓意愿、违反集体民意、违反社会公平正义的判决，反而是放任宪法法庭破坏宪法法庭，因为他们每一次释宪就是为了少数执政的赖清德继续为虎作伥，未来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会被摧毁殆尽。所以黄珊珊大立委，你不要以为躲在立委后面那张牌子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、为虎作伥啊！如果老百姓的挑战你都不敢接，那你就不要去亲自的说出个人不支持宪法修正法草案，去站在民进党破坏毁宪乱政、毁国殃民这样的行为的后面啊！我也这边公开的呼吁，民众党的党中央应该要针对黄珊珊的言行进行一点调查吧。怎么会是前面7个民众党立委在打仗，后方前副总召黄珊珊在唱反调？你不要觉得一句话没什么，国之重视，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，小打小闹，请你离开政坛。你这个样子摆明在放火烧蓝白的联盟。我问你，那黄国昌怎么跟国民党的党友交代呢？你对得起你的党团吗？你对得起你们总召吗？你对得起你们党中央吗？所以我问黄珊珊大立委啊，你到底讲这句话是居心何在？我是公开呼吁收回言论，即刻道歉，承诺不再犯，这事情就结束。那这种行为你不给他制止，你在那边唱和他，你好意思啊？如果国家每一件事都是一句话没什么的话，那希特勒当年搞独裁也就一句话啊，那也没什么啊。没有人料得到希特勒在当时上台的时候，他有办法把整个德国共和国转换成披着共和国皮的实质的帝国啊。历史不会重复再现，但历史的旋律总是惊人相似。德意志威玛共和国，希特勒未曾修改一个字的威玛共和宪法，他实质的用权力法案，实质的曲解了威玛共和的宪法，变成了纳粹独裁者。民意以最新为依归，结果我们形成一个4成的一个领导人。他利用跟不上民意更新的大法官去判决现有民意的国会违宪。民国35年，张君迈先生们在制宪的时候所参考的宪法就叫威玛共和宪法，而今天踩踏这部宪法的人叫做赖清德，他用了扭曲宪法的工具叫做大法官，他们执行的方法叫做宪法法庭，扭曲宪法，曲解宪法，制造自己的宪法解释。所以谁是阻挡新纳粹崛起的力量？是翁小玲。谁是附和新纳粹崛起的力量？谁是创造独裁者？6成人民的叛徒，蓝白联盟现在最大叛徒，那个叫黄珊珊，但他不敢出来面对。你可以骗得了3粉，你可以骗得了一部分小草，你可以骗得了一部分盲目的支持者，但是你骗不了大众老百姓。